法国葡萄酒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的知名度，可以说是世界葡萄酒的标杆之一。这主要归功于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底蕴。法国的葡萄酒酿造历史长达2000多年，形成了深厚的葡萄酒文化，并将其融入到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商贸、文化、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。这种历史沉淀使得法国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我们现在进入葡萄酒的地窖，去看一下具有历史的葡萄酒庄地窖。这是橡木桶。看一下，这里陈列着很多不同年代的酒。这里的温度、湿度都是非常适合储藏葡萄酒的。看到这里的霉菌吗？这些霉菌。我本人不懂酒，平时也不喝酒，但是咖啡的风味轮及风味描述来源于葡萄酒，抱着好奇学习的心态来到酒庄上一节关于葡萄酒的课程，或许对咖啡的风味及口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该产地的葡萄酒以其独特的风土理念、单一葡萄品种酿造以及复杂多样的风味而闻名于世，被誉为地球上最复杂难懂的葡萄酒产地之一。关于勃艮第葡萄酒的一些主要特点，它同样也是和咖啡有相像之处的，例如风土、葡萄品种、分级制度、风味特征、价格与收藏。勃艮第葡萄酒以其对风土的极致追求、优雅细腻的风格、复杂多变的香气和卓越的陈年潜力而受到全球葡萄酒爱好者的追捧。虽然其分级和产区可能略显复杂，但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可能性。无论是日常饮用还是收藏投资，勃艮第都能提供丰富的选择。第一次进入酒庄地窖，我也被这里的收藏所惊讶到了。它有不同年份、不同品质的葡萄酒，有平时所想象中的都是橡木桶装的葡萄酒是不一样的。它这里都是酿造好、分装好、储藏的葡萄酒瓶子。听讲解，一个橡木桶大概需要$1000，一个橡木桶的使用年限也就是5年左右。很多庄园根本上没办法会购置大量的橡木桶，而是用瓶子分装。非常的上扬的一种酸质，它的回味和余韵都很不错。其实我感觉和品咖啡是差不多的，它唯一呢就是不像咖啡有一个醇厚的口感，它最主要是以花果香调为主的这一款酒，蜂蜜、番石榴、玫瑰的风味。是因为咱们国家食品安全局的规定，所有入口的食品都要有一个保质期，而咱们国家最长的保质期是10年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10年。但是葡萄酒，你说10年的话，82年拉菲40多，10月6号还是10月13号，美国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，拍卖出了这么大的一支酒。那这个酒呢，这么大的一支酒，就750毫升，是1945年的酒，距今是有80年了。他拍卖出了55.8万美金，加上他们交给拍卖行的税70万美金，
按当时的汇率来算是500多万人民币，按现在的汇率是600多万，就500-600万买了一支80年的酒。你说也对比一下，这个没有特别的。一点就行了，平时我不喝酒。不喝酒是吧？大家一下哈，教大家可以借一下您的杯子吗？哎，可以。好，咱们可以这样，杯子长45度，透过这个酒体看一下能不能去读后面的报纸，咱们试一下的味道，咱可以感受一下。你们能闻到什么味？感觉？番石榴。番石榴，红色的。哇，你这个味道我是第一次有听到的。很多人说它是，我自己是红沙沙的味道，所以说每个人的嗅觉，然后它是红色系的。对，就是番石榴红玫瑰的味道。红色番石榴，哇，这个味道应该是比较清甜的，是吗？甜感比较重一点。甜感比较重一点。他们说很多人说红樱桃、车厘子的味道。车厘子的味道多腻一点。腻一点。对，这个是清雅。轻一点，那咱们可能比较喜欢那个。好，那2级香它发酵香，3级香是它果实本身带来的味道，那个陈年所带来的味道。那最后品鉴，品鉴的话，很多来教大家品鉴。品鉴就是喝酒，然后吸个空气，口腔的温度加上空气的进入，就会让酒液迅速在我们身体里面打开。然后我们来从前鼻腔到后鼻腔来感受一下酸涩平衡感。咱是不是说咱们可以品鉴一下，看看当年是紧致还是细腻的。咱们很多人说品鉴葡萄酒的时候听到的都是漱口的声音，这个说法是非常正确的，咱们可以试一下。品鉴一下，看看这个当年是不是非常紧致细腻的，还说给你放一点吗？它是收敛的，很收敛是吧？对，很细的是吧？对，那说明它是一个好的品质的，咱们感受一下，正常是不用倒那么多了，不用倒是吧？还再细一点吧。其实后面有好酒给你们讲，其实我不想倒那么多。会喝还能骗多2杯，不会喝的话就骗不多2杯了。然后我们很多朋友说，哎。3年，那你别喝这个酒。多少年？几年？10年。一整年好。是看温度的，看温度，看湿度、温度。看品质，看级别啊。像大区的话，会建议大家10年之内喝完。但是这样，为什么咱们国家稍微好一点的酒都会写10？上了这一堂葡萄酒之10的分享课以后，让我对葡萄酒重新有了一个不同的认知。其实葡萄酒的酿造和我们咖啡豆的很多方面都有同工异曲，例如对咖啡豆的产地、产区、庄园、处理法与采摘季节等等都是有相同之处的，包括品鉴模式、鼻前嗅觉、鼻后嗅觉、口感，它的酸、甜，还有回味、余韵等，都是同工异曲。